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来讲讲为什么你该一日一餐。那首先呢，我会先介绍一日一餐是什么，然后再来就是讲它的好处，最后呢就会讲你要注意什么事。因为一日一餐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。首先，现在讲讲一日一餐是什么。一日一餐就是你一天之中只能吃一餐。一天吃一餐听起来好像很容易，但我指的一日一餐是你除了那一天吃的那一餐以外，其他时间你都不能摄取任何的热量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早上吃颗苹果，中午吃根香蕉，然后晚上再吃你认为的那一日一餐。没有，你就是早上你顶多就是喝个黑咖啡、无糖茶，中午喝水，晚上你才能吃那一餐。然后吃完那一餐之后，你就不能再吃了，直到隔天。对。一日一餐就是这样，那它就是一种间歇性断食嘛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进入好处了。好处一，它是间歇性断食，然后又是比较极致版的间歇性断食，代表什么呢？相较于传统的168、186，你可以得到加强版的间歇性断食好处，也就是说你燃脂效果增加，autophagy 增加，降低胰岛素增加，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增加，就是全部都增加。所以既然你愿意去做间歇性断食了，你不如就做最有效的间歇性断食版本。再来第二点就是它非常弹性，而且你大脑不用思考太多。假设今天你是自己一个人，就你也没有约，就你自己要吃什么你自己决定，那就很简单嘛，你就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吃那一餐。那假设今天你有聚餐或者你跟朋友有约，怎么办？计划打乱了？其实不会，你就是一天只吃你跟朋友约的那一餐。如果有在健身的人就会想，蛋白质不够怎么办？蛋白质不够，你就回家喝高蛋白，很简单。假设你今天在外面只能摄取到50公克的蛋白质，但你还差100公克蛋白质，你就是回家直接喝个4份高蛋白，热量通常就是落在差不多500大卡，你就可以解决掉了。那一日一餐你吃什么吃到饱啊，可以吃到很多肉的时候，你就不用担心那个蛋白质的问题了，因为你通常都会吃够。那你也不用想说，假设你今天跟朋友吃了那一餐，然后你可能隔3个小时才能回家，会再喝那个高蛋白就会来不及超过那一日一餐。其实不会，因为你那样到时候还是等于说你也是做蛮极致的间歇性断食，可能是24的版本，也就是还是比168他们好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比较有强迫症，你也可以就是带去喝，一边吃一边喝。再来第3个好处就是降低胰岛素。那这几年我们都比较常听到，减肥你就是要降低胰岛素，降低胰岛素。那间歇性断食就是降低胰岛素最快的方式，这也是为什么可以让你更容易瘦。而且降低胰岛素以外，它还可以提高你的胰岛素敏感度，也就是让你比较不会觉得吃什么都胖什么，就是怎么吃甜甜圈也胖，正常啊，怎么吃鸡胸肉也胖，那就不太正常了。所以提高你的胰岛素敏感度是很好的，很利于你增肌减脂，让你的身体运用那些营养。好，第4点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想要做一日一餐呢？通常就是因为减肥容易。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爱吃的人，要我少吃我是很痛苦的，但是要我完全不吃，然后再吃一餐大的，相较之下比较容易。有做过间歇性断食的人都知道，间歇性断食相较于传统饮食，它的饥饿感下降很多。那我前面提到了，一日一餐就是加强版本的间歇性断食嘛，那它的抗饥饿感也是加强版本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一日一餐，你反而会比168还要更不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胰岛素一低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燃烧酮体，也就是脂肪分解的产物。那燃烧酮体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能量来源，不像白饭，白饭就是分解产生葡萄糖，你就是燃烧葡萄糖，一燃烧完，你就会整个要转换你的燃烧能量，转换去燃烧酮体，你就会觉得好痛苦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吃那种淀粉？吃完面、吃完饭，过没几个小时就开始饿，就是因为这样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吃很油的鸡或是五花猪，你吃完你可能可以比吃白饭后再撑更久，才会觉得饿。第5点是比较物理层面的，也就是说，扣掉你身体那些体内的反应以外，你一日一餐为什么减肥更容易？是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一次吃超过自己的 TDE。减肥我们要知道，就是你不该去吃那些垃圾食物，你这个要自己知道。你要尽量去吃那些健康食物。那健康食物大部分都饱足感很高。那你一日一餐，你要塞那么多原型食物在胃里，那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你的胃就那么大，所以就是物理层面的帮助你减肥，所以你会非常饱。当然，你垃圾食物想要吃还是可以。假设你今天要减肥，你只能吃2000大卡，你可能就是1500大卡吃原型食物，500大卡吃垃圾食物，那你也还是会饱。那你不能说
1500大卡都吃垃圾食物，只留500大卡吃原型食物，那你可能那样吃完还是胃没有满，就是你还是会想要继续再吃，所以你还是可以分配那个量，如果你想要吃垃圾食物的话，但当然能不吃就尽量不要吃啊。好，再来好处6，省时。省什么时间呢？省第一，你要去想要吃什么的时间。你会想一日一餐，不是你还是要想那一餐要吃什么吗？但是相较于一日3餐，你想3次，你只需要变成想1次，省到时间。再来第二个，准备食物、买食物的时间又再省了，然后再来收拾食物的时间，就是你吃完你要收拾嘛，省到不能再省。那3次变1次，省时以外又更方便了。好处7。不管你工作性质是什么，或是你平常还是个学生，你都可以做一日一餐。没有人规定你上班前一定要吃早餐，你老板不会说，你今天上班前没有吃早餐，扣薪，就是不要来了，不会。所以你不管是什么工作，你都可以做一日一餐。你中午可能同事在吃便当，也想跟着吃，但是你其实是可以控制自己不要去吃，你可以等到晚上下班回家再吃。那晚上下班回家，你辛苦工作一整天，然后回家再吃那一餐，你就会觉得非常舒服，多巴胺直接分泌起来。而且很多人的工作其实都有可能中午突然有突发状况，或者有什么事情要处理，来不及吃午餐，这样更好，因为这样你就更不会去想那些食物，轻轻松松就度过。那你说，我一整天早上都没有精神怎么办？你可以喝黑咖啡或茶，但照理来说，你的身体一旦适应了间歇性断食，你反而不吃的时候是更有精神的时候，你吃完反而会开始累。像我就是这样，当然我没有上过班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可以用我以前的经验，就我以前可能读书时期上课，然后还要进实验室，然后我还会去图书馆读书，然后可能最后还要健身才能回家，我都是一整天空腹喝黑咖啡、喝绿茶，到晚上事情都弄完之后，我才会回家吃那一餐。好处8是省钱，但是不一定省，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要减肥的话，你才会省，因为你食物才会变少。你今天如果没有要减肥，你就要吃相对一样多的食物，那你就不会省到那个钱。但很少人做一日一餐是为了减肥以外的原因。除了减肥以外的原因是什么？大部分会做一日一餐的人，就是因为基于方便或者想要抗老。像我就是想要抗老，所以我就做一日一餐。当然，我现在也还是可以再减一点肥啊，只是不会那么一直想要每天都热量吃。我就是偶尔热量吃，然后大部分维持，然后主要抗老这样子。好，再来一个隐藏好处。隐藏好处就是你一天只要上1次厕所，这个是我执行之后我才发现，然后我才去推理说为什么会这样。那我的推理是你一日一餐的时候，你就是一次吃完所有的食物，那它就是跟着一起消化，然后一起进到小肠，一起进到大肠，所以它就是一坨在一起的。那它最后当然也是一起出来嘛，因为它一起进来，然后一样，然后再一起出来。所以你等于一天只需要上1次大号，因为有些人比较敏感，一吃就想上大号，一吃就想上大号，一天可能就去了3到5次。那你变成一天只上1次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非常棒。而且我一天都只上1次，我都是在早上喝完黑咖啡的时候去上，上完我就洗澡，我就一整天都是干净的，就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这样子。那也因为它1次都是一堆，所以你比较不会容易便秘，因为你有时候感觉就是。怎么上了一点点之后，还有一点点卡在可能更前面一点，但你就会觉得它卡在那边出不来。一日一餐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好，那讲完它的优点们，它当然还是有缺点的。缺点就是它的适应期非常的痛苦。我还隐约记得我当初第一次做的时候，真的是很痛苦。那我现在其实我可能2个月没有一日一餐，我再突然回归一日一餐，那痛苦感是不可能有当初那么高的，因为你一开始做一日一餐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还不适应燃烧酮体，也就是你的体脂肪，你的身体还是处于一天吃可能3餐，然后都是有碳水，可以一直燃烧葡萄糖的状态。所以你要转成燃烧酮体，也就是我们吃生酮饮食一开始会有的 keto flu， 你做一日一餐也会经历到差不多程度，只是没有那么严重的程度，因为生酮饮食是完全几乎不吃碳水嘛，一日一餐你还是可以吃碳水，只是断食触发的那个反应是一样的，对，所以你大概要适应一下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大概7到10天就会好很多了。那一旦你适应了那个感觉之后，你反而会觉得
非常的舒服。以前怎么可以一天吃那么多餐？现在一日一餐，你整个就是好像去深山里，然后瀑布下，然后在那边打坐。不管是内在的平静还是外在，外在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可以减肥，你可以皮肤变更好，你可以抗老，这些都是让我没有办法去戒掉的，因为这些感觉太好了，所以我会一直想要去维持这样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拍这支影片，想要告诉大家，我想要推广，让更多人也可以享受到这种感觉。重点是它不用钱的，但就是那个适应期很难，就是而且你即使适应之后，你可能还是会不小心被零食柜或是一些东西诱惑想要去吃。但我觉得你就算偶尔被诱惑，也无伤大雅。你可能1个月被诱惑一次，那也还好，因为你剩下29天都是做得很棒。我几乎可以保证的是，你一日一餐，只要确确实实的执行了1个月，你的饥饿感会完全消失。即便你今天到了你可以吃那一餐的时间，你可能都还不会饿。我那时候一日一餐做2年，我就是到后期我根本就不太会饿，但我还是得吃嘛，因为我没有那么胖。好，那我现在来讲讲一日一餐该注意的事情。第一点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，比如说你有什么特定疾病，那你就可能不能做。再来就是你太瘦了，你太瘦，你在做一日一餐，然后你热量又吃不到的话，你就会对，所以不要太瘦就不要做一日一餐，你热量一定要吃够。然后太瘦通常有一点点几率伴随着厌食症，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太瘦。当然你太瘦有可能是因为吸收不好，但太瘦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你有厌食症。那你厌食症，你再做一日一餐，你可能最后就不是一日一餐，变成1周1餐。那1周1餐你又太瘦，你就没有办法吃到足够的热量，你可能就会很不好。所以这种你就不行。但如果你是一个你这样去捏你肚子，捏得出一坨东西了，你就不用担心你会是处在这个太瘦的状态。即使别人说你很瘦了，但你这样捏有肉，你基本上不用太担心，因为那个就是肥肉。好，该注意的事项2就是一日一餐，它不是什么超神奇的东西，就你可以热量算好就没事，你还是要吃到足够的营养。那这边指的营养，除了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以外，还有微量营养素，一些维他命啊、什么矿物质啊，那一些其实要吃够还是偏难的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不管你有没有一日一餐，你一天要10餐也可以。你要从食物中摄取到是非常困难的。今天假设你真的摄取到，那你的热量也一定会爆掉。所以我会建议你就直接吞综合维他命，或是还有一些保健食品。那综合维他命要怎么挑？你就是挑那种大厂牌就会 OK 了。好，再来是常见问题。常见问题，断食可以吃喝什么？想要更详细的可以去看我之前有一支影片。那我这里就大概讲懒人包，就是断食呢，你就不要想你要吃什么，你就是什么都不能吃。你也不要想说哦，这个蒟蒻零热量，考不好可以吃，就不要，因为它有可能还是会激到你的胰岛素分泌。那我们断食就是想要胰岛素分泌降低，但你可以喝黑咖啡、无糖茶跟水，甚至气泡水也 OK。有人会问，那需要补充盐巴吗？我个人觉得一日一餐没有必要补充盐巴，就跟你做168你也不太会补充盐巴一样。你那个身体还是会有足够的一些电解质的，只要你一日一餐的那一餐有吃够就好。今天假设你要做长时间断食，你可能才会需要补充盐巴。常见问题2，可是我好饿怎么办？那这个你要一日一餐，它的好处你就是只能憋，就像我讲的，你憋到你习惯了，你就不会饿了。那如果你今天一日一餐很扎实，又都吃健康食物了1个月，你还是会饿，那就代表这个方式可能不适合你。常见问题3，我不小心爆卡了怎么办？爆卡其实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一日一餐出现爆卡的情况是不常见的。只有你去吃到饱，一开始还有理智线的时候，你会尽量吃原型食物，吃一吃可能朋友吃个冰淇淋甜点，你跟着吃啊，一碰到开始大暴走塞进来，完蛋了，那天5000大卡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一日一餐你吃了那么多，你会饱超级久，你会饱到隔天你要吃的时候，你都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饱。那这时候你就有2个选择，第1个选择就是你直接断食，再到另一天你饿的时候；第2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只吃足够的脂肪跟蛋白质，你就会处在更大的热量赤字，来弥补你前一天所暴吃的。反正你偶尔爆卡是不用太担心的，除非你1个礼拜爆卡个3、4天，那你可能就要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心态有问题了。常见问题4，
每天吃的那一餐的时间一定要固定吗？假设你一日一餐今天是5点吃，那你隔天也只能5点吃吗？有些人说要，但我觉得不用那么强制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假设你很晚才吃，可能晚上10点才吃，但你隔天中午就吃了，那你这样断食的时间减少了吗？其实没有，就是你前一天断食的时间减少而已。但是你中午吃，你到隔天你可能又变晚上才吃，那你总断食的时间是一样的，因为你隔天断食就会变长。那一天都是24小时，所以你一日一餐，你一餐假设在1小时内吃完，你再怎么算，你的断食时间相加还是会是一样的。所以不用那么强迫你每天的哪一餐一定要固定在哪里。当然，这种规律在差不多的时间吃，对你的身体还是比较好的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的话，也不用太勉强自己。常见问题5，我减完肥了，我还想继续一日一餐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吃到足够的热量。那这时候我就会建议你不要一日一餐，你就可能做24或是186，直到你吃到足够的热量，因为你还是需要足够的营养去维持你身体的机能跟运作。不然你体脂肪可能已经3%，然后你每天还在热量吃之，那就会很不好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了，希望对一日一餐有疑问的人有帮助。那你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一日一餐或者甚至减肥的东西，你也可以去买我的减肥书，各大书店都有卖。然后我也会把线上购买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。那我的减肥书除了一日一餐的减肥法以外，我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减肥法，然后会评论他们的优缺点，跟他们是否跟理论一样。但我可以跟你们讲，一日一餐是我实验下来几乎跟他的理论是一模一样，然后也没什么太大缺点。好，然后这样，希望这支影片对大家有帮助。那有帮助的话就可以点个赞，拜拜。